大家好，前些日子给大家分享了一下，就是在户外用的这种炉灶，哪个火力大，可以做饭烧水烧得快。今天又从这个阿里快递上淘到了2个这种新式的，一个是快热锅，一个是快热壶。它的这个设计很有意思，看它的这个底部就是增加了这种可以热交换的这种吸热的这个铝片，它标称是热效能能提高30%以上。好，那么咱们今天来对比一下，用我这个汽油炉来烧水，我过去都是用这种壶，那么咱们用这个新壶来烧水，看两个对比一下，看哪个烧得快，它能快多少。好，首先看一下这个里边是啥样子的东西。它的壶盖是个塑料的这种，这个没什么。铝制的，看它的底部就是有很多这种散热片，可以火焰的话，那它这个热交换效率更高一些。这个壶是0.9升的，它带了一个包包，带了一个壶盖，就是这样。现在最关键的是，咱们现在烧这一壶水需要多长时间？咱们和这个不锈钢壶对比一下，就烧同样多的水。它这个锅上面还说是宝石镀层，10年质保。这是艾洛克快热锅，2升的这个容量，它号称热效能提高30%以上。它是底部设置了一圈这个就是热交换的这个，它取个名字叫聚能环，热交换更有效一些，这样火焰烧到上面热传热更有效一些。从物理原理的角度来讲，应该是工作的。里边带一个套，有一些说明书什么东西，那个无所谓，咱主要看锅什么样的。带一个这样的套。它的锅底你看就是有这么一圈热交换用的这个铝片，不能叫散热片。然后这儿还可以出的一圈，这是锅底。所以这样的话，锅底可以烧的特别热，热交换效率更高。理论上讲应该是工作的。而且它这个给了一层这种像是海绵的一个套，保温的。它的把手是这样翻折，到这个地方是个弹性的卡子，它卡住了，可以端的。盖儿是个半透明的这种塑料的，这个是铝的。材质是铝的。OK， 感觉还是不错的，关键是它到底是烧水速度是不是能变快。好，接了一壶自来水，就是到它这个拐角这个地方，那么把炉子点起来。好，用我的手机上边的表来定时，开始。好，水开了，4分多钟，
水就开了，不错，确实效率挺高。那么咱换一个壶，去同样多的水换到这个不锈钢壶。好，我用这个壶量了同样多的水，然后倒到这个不锈钢壶里，倒到这里边。有一阵风。好，倒到这个不锈钢壶里。OK， 秒表重新计数。好，开始计时。我现在水是一样多的。水开了。那烧同样多的水，用这个不锈钢的这个壶，才用了3分多钟，3分40秒。所以这个带聚能环的这个，并没有像理论上想的一样，效率提高多少嘛。这个比较让人失望。那这样好了，我再试一下这个锅。这锅里边我放了，因为这个底面比较大，我也放了1升左右的水，就是半锅水。这是个2升的锅，咱们试试。这个锅底比较大，它这个火可以放到聚能环内部那个圈里边，刚好能放得下。好，如果这个能很快的烧开，那也行。那在野外下个方便面吃，快快的烧一半锅水，那就非常好了。好，我也仍然是给它挡着风。好，重新开始计时。水快开了，锅的效率挺高。现在2分半钟，马上就开了。它这个锅盖上还有出气孔。好，这就算开了吧。现在是2分50秒，这不错。这个烧1升水只需要不到3分钟的时间，所以锅是效率很高，但是壶还是不像想象的一样，壶的效率不太高。那为什么呢？看我的这个炉子，这个火还是这么大。那可能壶的底面太小了，看这两个的底面积差不多一样大，看这个不锈钢壶和这个直径差不多一样大。但是这个带聚能环的这个壶的底儿比较小。所以就是说，炉头很小的时候用这个可能效率会提高，但是像我现在这个炉头不是那么小，它的效率提高有限，不如底面积增大。像这样底面积大，反而热效率高。好，那总结一下，这个东西值得不值得买？这个还难以下结论。就是说，你如果是用那种背包客用的那种特别小的炉头，那么这个小壶我估计还是有用的。
但对我来讲，这个锅反而效率比较高，因为它的底面积大，所以烧火的时候它能收集的这个火就比较多，所以这么半锅水就是1升水，不到3分钟就能烧开，速度还是很快的。我用那种大的火的炉头烧这么一壶水的话，也得个4分半钟左右。以前咱们都测试过，所以说用这个来煮个面、煮个方便面，或者是做个西红柿鸡蛋汤，应该是特别速度特别快的，是值得的，工作是比较好的哈。但是这个小壶出乎我的意料之外，烧这一壶水竟然没有那个不锈钢烧的快。好，那大家买这种类东西之前可以参考一下，根据自己的需要。那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儿，谢谢大家观看，拜。